这是一瓶可以让孩子爱上读书的调料，因为它会让你从枯燥的书本中读到如初恋般的热烈。正所谓大熊爱读书，母猪会上树。熊爸最近送了大熊一本书，想问问读后感，岂料大熊信手拈来，形容的那叫一个波澜起伏。可惜大熊的打开方式不对，因为这只不过是本平淡的人物传记。老爸被气到芥末直冲头顶，可大熊作为低质量盖世学渣，除了读漫画，否则都会1秒入睡。然而大熊这一道竟摔出一张荣誉试卷，毕竟越危险的地方藏试卷就越安全。可小多拉还是为这个智障少年开了挂，他在数学书上撒上书的味精，顿时数学书散发出金光，而单纯的数学公式彻底吸引了大熊。虽然依然完全看不懂，反正先校准没错。而熊仔一旦有了新道具，就会开启每日一个作死小妙招。与此同时，熊爸还在感叹生了个天天叨自己的人类幼崽，却不知一场浩劫正在悄然靠近。看着熊妈要更换墙上的画，熊爸顿时护妻狂魔上线。可这番老公勤快必在作妖的行为，成功触碰了老妈的第6感。顿时老妈开启名侦探柯南人设，在老爸偷摸取出藏在画中的私房钱后，1秒走进房间，自己跟自己唱起了双簧。他指着老爸新买的裤子表示开了线，说什么都要他立即脱下来，吓得老爸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，然后开始地毯式撒网。最终决定把钱藏在书房，因为如果不出意外，主妇是不会看书的。可意外总有意外，因为老妈今天好巧不巧想当读书人，又好巧不巧选中了藏钱的那本，结果老爸只好破罐子破摔，借整理书房才苟且没让自己原地自爆。早知女人个个会反侦查，老爸当初说啥都要直接上供。不过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完美地点，大熊那本不爱看的书。此时的大熊刚抵达作妖第1站，正巧碰到静香在当主妇要给大熊做蛋糕，于是大熊给蛋糕书加了点料。没想到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书中的内容变成了可怜的巧克力被粉身碎骨，最后还要放入搅拌机中被摧残。2小只的胆量就那么点，但还是想在线吃瓜得知巧克力的结局，完全把白富美晾在了一边。回家的路上，大熊遇到了一位求工作的社畜996，顺便给他找工作的书加了点料，结果搬砖的活都成了香饽饽。之后2人遇到了捧着新车爆哭的小夫，但这并不是被感动的，而是因为箱子里空的只剩下说明书了。用脚想都能猜到，又是胖虎用和善的笑容将小夫新买的玩具车永永远远借走了。然而大熊膀胱一扫，有了主意，他们给说明书上加了料，然后当着胖虎的面开始飙演技，什么装个电池都被说成出身蓝翔，技术贼高。胖虎手拿玩具刚要开喷，结果下1秒就被说明书吸引到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玩具车什么的谁爱玩谁玩，胖虎只想跟说明书白头偕老。另一面的老爸正在为自己藏钱大成功而庆祝时，却不知老妈已杀到了战场，并沉迷那本加了料的数学书无法自拔，而且还要看看其他书籍。这下老爸整个人都精神了，跟老妈抢书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。结果看到这一幕的大熊整个人都慌了，他以渴望获得知识灌溉为理由平息了这场家族内斗，因为书里可是藏着他的荣誉试卷呢。没想到还顺便发现了老爸的秘密，为了能让乖儿子保密，老爸狠心割肉分了1成给大熊。所以说古人说的没错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吗？